刘妈，怎么了？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怎么会藏到这儿啊？我还以为是贼呢，原来是个丫头片子。大婶，能给我点水喝吗？啊，你等着。哎呀，快点快点，人回来就来不及了。快点啊！喝完了赶快走啊！快点快点！快走吧！走吧走吧！大婶，我来替你烧火吧。不用不用，你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啊！刘妈，哎，还下不下锅了？下，当然要下了。等大爷二爷进了门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快走吧快走吧！你看我们正忙着呢，走吧啊！大师傅，快点啊！好嘞。来，后面跟上了啊！快点啊！来，都小心点啊！哎。哎，小心点儿，这里面都是宜兴紫砂。哎呀，来，慢点啊！过来，过来，坐下。你吃了豹子胆了，竟敢如此的大胆！那陈家大院不是随便可以进出的，要是被大奶奶看见了，恐怕连我也要丢饭碗呢。擦擦干净。哎呀，头怎么这么烫啊？在发烧吧？没事，大婶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，就把我留下吧。我也是当下人的，陈家的规矩很多，不是你想留就能留下的。快吃吧，吃饱了就走啊，早点离开这儿啊。那，多吃点。姑娘，来，哎呀，姑娘，拿着这个带在路上吃啊！我不要，大婶，你就让我留下吧，我什么活都能干，什么苦都能吃。哎呀，你当这是寻常人家，这是程家啊！这里的规矩是不准留生人在这过夜的，趁着没人知道，赶快走吧啊！走吧，来，走吧，啊，听话啊，走吧，来，在那边呢，在那边，快点，快跑！站住！哎呀，今天晚上怎么会阴森森，怪吓人的？大婶，求求你留下我，我出去就有人要卖我，真的有人要卖我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你让我到哪里去啊？我求求你留下我吧，不要赶我走。
东西都在哪儿呢？哦，就这些了是吧？哎，就这些。二爷，族长托人带话，说是昨晚就准备过来看你，想着二爷旅途劳顿，说等一会儿过来。怎么敢劳驾老族长来啊？理应我先去拜望他呀。哎，二爷，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族长的。西湖龙井、绍兴花雕，都是老族长喜欢的，都带上吧。哎。哎，你过来帮帮忙。哦。哎，姑娘，二爷看见你了，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谁是二爷啊？刚才出去的就是程家二爷啊。哦，没有，他没看见我。哦，没有，没看见就好啊。你这丫头还真勤快，不像大院里的那些丫头们，一个比一个爱偷懒耍滑头。哟，你还在发烧啊？没事儿，出出汗就好了。姑娘，要不回头我带你去见见大奶奶。那当然好啊，只要不赶我出去，怎么样都行。嗯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飞镖。快给我拿下来！哦。城府60寿庆，兄弟今晚前来恭贺飞镖王。大奶奶啊，是这个大院里管事的，她特别通情达理。一会儿见到大奶奶啊，我就跟她说，你是我老家的一位远房亲戚，就说是我舅舅女儿家的侄女儿。要是不明不白的，我怎么会介绍你进门呢？哎，你姓什么呀？啊？怎么会没姓呢？你从小到大，你家里人是怎么叫你的？好，让我想想，应该让你姓什么？哟，你看，那就是大奶奶。他正在说话，先别过去。什么恭贺？分明是打个招呼，晚上来抢。可不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嘛。这事先不要声张，等二爷回来再说。是啊，家里有个男人呢，好拿主意多了。大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说你别多心啊。谁多心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等二爷回来再说。大奶奶，大奶奶，姑娘，不是我不肯帮你的忙，你看，大奶奶那边好像出了什么事儿，现在不是找她的时候，换个时间再来找她。哎呀，这土匪名叫飞镖王，从小在岐山练得一手好镖功啊。100步之外，他要打你的左眼，误不了你的右眼。前村汪家知道吧？啊，汪家4少爷汪小秃，愣是不服气，下表要与飞镖王单练。结果怎么着？有一天上茅房，一镖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肚脐眼上，一点都不差。神了！这个飞镖王啊，专拣晚上出来，脸就一副好眼力啊。有人看见他，晚上这2个眼睛啊，会放绿光啊。哎呦妈呀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对了，昨晚上我听到远处狗乱叫，真的？外面咚咚咚的跑来几个黑影儿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。那不对，不对。飞镖王走起路来无影去无踪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哎，六八，你这半夜3更的，起来干什么？
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啊？二奶奶，土匪来了！什么？土匪来了！土匪下的帖子用飞镖钉在大门上，大院里都在说这事儿呢，一个个都人心惶惶的。老太太知道了，大奶奶知道了，那就让大奶奶去管吧。二爷呢？二爷刚回来，到偏厅议事去了。听说汪家也收到了这样的帖子，要是不按照他们的价码，就撕票。我看他们呀是有备而来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依我看呀，没必要紧张。这些乡间强盗，不过是些鸡鸣盲流、毛贼草寇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二爷到底是见过世面的，所言极是啊。大嫂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你还是带着老太太和程家女眷去城里躲避几天，家里呢，由我带男丁来应付不测。就按二爷决定的去办吧。我看是不是让二爷也随女眷一起去避一避？男人都得留下，没有例外。下去吧。是。妈那里还得二爷去说一下。好，我去跟妈说。还是一块儿去吧。哎呀，去！妈，你老人家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哎呦，只是暂时躲一躲，以防万一。是啊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怕他们干什么？他们能把我给吃了？妈，你不能这么说呀。爹不在了，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，活祖宗啊！对啊，你可不是平常人哦，只要你平安健在，程家就在，这个程家大瑞就在。你要是有个闪失啊，我们跟祠堂都不好交代啊。那生日就不做了？当然做了。妈，我这次回来就是专门为你做寿来的。可是你看，这现在乱哄哄的，你就是在这儿做寿的事情也是办不成的。妈，二爷说的对，等躲过了匪患，我们再欢欢喜喜的办寿庆，不会耽误事的。是啊。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你们这些人都站在那干什么呢？往那边去呀！啊，都往那边去！哎呀，快一点，小心小心，这里面都是古董。哎，你装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总要住些日子啊。又不住家过日子，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装我的衣服干什么？给你换洗呀。给我换洗？我换什么呀？来，拿出来。哎呀，咱们一块上徽州府啊。那是你们女人的事，我一个大男人跟着你们凑什么热闹呀？哎呀，你又怎么了？别闹了！怎么了？不走了。不走了？不走在这儿等死啊！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你死在这屋里，我也死在这屋里。你怎么还耍小性子？啊！外面在闹匪患，你在家里还找不快活？谁找不快活了？才到家一天又要分开，我就是不走。好了，你听着，现在这个家里面不能没有男人主事，现在我主事，一切听我的，好不好？不听。哎呀，好啦，听话啊！哎呀，听话，赶紧收拾东西。二爷，老太太
他就是死不肯走。啊？姑，快点！好，古城里一定比这好玩。有没有鱼塘啊？你到了那儿啊，自己看了就知道了啊。走。琪琪，好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了，我们就守在屋里等土匪。你呀，也来个舍太君挂帅。你们走，我不走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一个大户人家，怕个小毛贼呀？妈，妈，大嫂，大嫂，都准备好了，哎，就等你们了。妈，我们走吧。不走，来，妈，走吧。我就是不走。走。你干什么？走吧，妈。妈，哎，贾轩，你干什么？妈，我告诉你，土匪还没把我绑架呢，你倒把我绑架了。妈，哎，我走了。你想打就打吧，等匪患一过，儿子再给你赔不是。我走吧，妈。妈，哎呀，不走。阿姨，我们走了。快走。你这个逆子，你这个不孝子，娘回来跟你没完！小心点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你们都是诚姓同宗同族，都是一家人，我就不说两家话了。我们都是男人，是男人就要挑担子。今天晚上的担子，就是要守家护院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让你们去和土匪死拼，土匪的命不值钱。可我们诚信人的命，个个都金贵。这就要看今天晚上翻墙越院的土匪到底有多少。要是来的少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打，打出院门，打出我们程家的威风来。要是土匪来的多的话呢，你们就不要去硬拼。这程家749间房舍，外加阁楼内外大小仓壁，你们比我熟，你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。至于东西嘛，随便他们抢，随便他们拿。但是如果他们把东西抢了拿了，还要纵火烧屋，那我们可就全完了。到时候你们就要见机行事。我要说的是，不管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程家轩是绝对不会离开这儿的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陈管家在，给我往书房送一壶好龙井。是。谁？什么人？
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帮刘妈做饭的，是帮工。帮工？那怎么没和女眷一起走啊？他们走的时候没人叫我。再说，这里也要有人做饭。你一个人在这儿，不害怕吗？不怕，我经常一个人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秋后，老鼠要嫁女，送点吃的，送朵花。什么？老鼠要嫁女，你要送点陪嫁给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我老家有一个老婆婆，她什么都懂，是她告诉我的。她说，老鼠嫁女送点礼，这一年老鼠都不乱咬东西。老鼠嫁女，不乱咬东西了。陈管家，哎，准备酒，要好酒；准备菜，要好菜。我听不明白您的意思。要好酒好菜，我要宴请贵客。新闻贵客要来访，特备美酒2大坛。寿宴虽然未成席，改日再请到中堂。送上纹银300两，回去路上做盘缠。自古江湖多血刃，有事还是多商量。妈，哎，你还生气吗？哎呦！回来了。
妹子，妹子，哎呀，你在这儿啊！快走，跟我走。我不走，不要赶我走，流氓，千万不要赶我走！哎呀，这回不是赶你走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哼！来，快点。老太太、大奶奶、小姐，啊，来，还不快给老太太请安？啊，免了，老太太，起来吧。啊，见过大奶奶。大奶奶，快起来吧。啊，这是府上的小姐。小姐，哎，你属什么的？属狗的。刘妈啊，去账房领赏吧。哎呦，还当真有赏啊！老太太发话了，那还能有假？哦，哎呦，哎，老太太呀，要给你赏钱。我不要钱啊，我又没有做什么。是不是闹匪患的那天晚上，你给老鼠送了份嫁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姑娘，我看你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我是后山左家墩人。刘妈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生病了？哟，还是小姐有眼力。他一直发着烧呢。哦，既然不舒服，就带他下去歇着吧。哎，好，走吧。快去吧。妹子，出来！这谁呀？我出来！妹子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么没规矩！干什么？啊！别拦我啊！我找我妹子。谁是你妹子？有的，刚才我看见我妹子跑进来了。妹子，这程家大院是你随便进来的吗？妹子，出来！出去！妹子，你打我！就是要教训你这个不懂规矩的人。大院里面正在给老太太准备60寿庆，你在门口大喊大叫，不打你打谁？把他轰出去！走，放开！你们敢打我？我要告你们拐骗良家妇女！哼，什么大户人家？你们有胆量把我妹子找出来，对簿公堂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二爷，他私闯大院，他们动手就打人啊！谁先动手的？二爷，明明大院里的人都高高兴兴的忙着老太太的60寿庆，这人硬说他妹子在这里，也不通名报姓，硬要往里头闯。哎，这岂不是太不吉利了？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呀。嘿嘿，到底是大户人家的老爷，说话就是通情达理。你是什么人？大白天的私闯民宅，还胡说八道！我亲眼看见妹子进来的呀。哎呦，那个人真是你的亲哥哥？那还了得，找上门来想闹事。哎，你赶快从后门跑了吧。不行，我现在不能走，他是个无赖，我自己去跟他说清楚。哎，你我说什么你也不相信，我妹子真的在里面，我进去瞧，你看你不相信啊？站住！哎，不出来！哎，我没说错吧？啊，过来！这就是我妹子。姑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就是我妹子，你连亲哥都不认了啊？哎，倒让你哥哥在外面挨打呀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哥，你不是我哥哥！过来！你放开我！养你这么大，我白养了我啊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过！打死我也不走！我不走！我不回去！我不回去！走！走不走啊你？放开我！走！快走！我白养你了我！回去！哎呀，你怎么？你少在这里撒野！你放手啊你！程家大院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快住手！你干嘛呢？陈管家，你干嘛？把他带下去。是，出来！给我出来！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我这哪是你撒野的地方啊？走，规矩姑娘，他真的是你亲哥哥吗？他真是你亲哥哥，你就跟他回去吧。
我不要回去，他要把我卖掉。我3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亡，自小跟着哥嫂一起生活。因为家境贫寒，哥哥又是游手好闲，整天赌钱，他把家里的东西都卖完了。嫂子一气之下去了娘家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跟着他没有过一天好日子，这个狠心的，看我长大成人，居然要把我卖掉还赌债。他要把我卖给一个50多岁的屠夫，我死活都不肯，才设法逃了出来。连自己的亲妹妹都卖了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总不能白养吧？就是家里养一头牲口，也是迟早要卖掉变钱的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一个活生生的亲妹妹，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能跟牲口比呢？二爷，你是有钱人，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。我们穷人家这女人比牲口好不了多少，值不了几个钱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也是穷人，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东西。你才是牲口！怎么了？大奶奶，我不想走，把我留下吧。起来。大奶奶，把我留下吧，我真的不想走。你说，要多少钱？你这个妹妹，我买了。你随便说个价。不说就给我滚！那个，人家出100，我要150，上下就差个50两银子。你口气倒不小啊，一开口就要150两。其实我这妹子呀，长得真不错，就是人黑一点，管她3顿饭，没准几天就养得白白胖胖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妹妹不止这个价钱。钟管家，哎，去，给她拿200两银子，让她走人。走吧。走啊！哎呀，你走吧，拿银子去。二爷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二爷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一辈子，我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的。哎呀，别这样，来，快起来，啊！我刚才胡说什么呀？我应该说300、400。哎呀，嘿！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蒙子。蒙子？什么叫蒙子？就是水牛背上的大苍蝇，从小家里人就这么叫我。这哪叫名字啊？咱们城府有叫梅香、春兰、翠竹的。我看你就叫秋菊吧。啊？哎，这名字好啊！眼看着菊花就要开了。这秋天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，二爷起的这个名字多吉利呀！还不赶紧谢过二爷？谢二爷。好了，二房正缺丫鬟，就让秋菊到二房去听使唤吧。还是大奶奶想得周到。
梅香，哎把秋菊带去见见二奶奶。哎，跟我来吧。戏码子就这么定了。先是童子祝寿，然后是折子戏戏牡丹。李少武的吕洞宾，小红衣的白牡丹。好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二爷、二奶奶，这是燕窝羹，放那儿吧。好啊，秋菊，我们都要忙死了，你站在这儿倒好。我是送点心来的，送完你还不走？我想看二爷写字，这上面的字你能看懂吗？好了好了，是我让他在这儿的。你们都宠着他，回头他就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行了行了，吵什么吵啊？好了，这喜帖啊写好了，赶快送到大奶奶那儿去吧。这事情你能办得了吗？明天就是老太太的寿庆了，大奶奶那里忙着呢。翠竹这丫头，人不见长，脾气见长。来，是不是你惯的？我才不管他呢。这丫头，我今天才算看清楚，是不是胖了一点啊？像他们这样的乡下丫头，进了城府，那就像进了天堂了。二爷、二奶奶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行了，这些话就不要总挂在嘴上说了。为什么不说啊？要是没我二奶奶调教，她能有今天？好不好都在明处摆着呢，何必要自己说出来呢？我要是不说呀，那功劳全都到大奶奶那里去了。这跟大嫂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你们程家上上下下都怕那个什么大奶奶，我就不吃她那一套。二奶奶，刘妈叫我到厨房帮她一起做蒸糕，我可以去吗？去吧。好，把这个拿走。哎，那给。那我过去了。你呀，以后当着丫头的面，少说这些出格的话。二爷，寿庆做的衣服已经送过来了，我传给你看看。哎，你去就行了，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好二爷，哎，你看，人家就要你先看嘛。走了哈。好，去。你呀，明天就是老太太的60寿庆了。按照我们这儿的习俗啊，今天晚上就要在家里叩拜祖宗呢。早就准备好了，你放心好了。哎，二爷知道了吗？二爷是专程为老太太60寿庆回来的，这2天生意上的事情都放下了，就是陪老太太说话，他能不知道吗？知道了就好。二奶奶怎么没见她出来啊？还不是在屋里做嗲呗。二奶奶不出来，我们也清静。算你会说话。哇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这是谁的手这么巧啊？大小姐来了。都说今年蒸糕捏得好，我忍不住过来看看。果然秋菊好巧手啊！哎，我哪是什么巧手啊？我们乡下女孩都会捏，一到过年过节，家家都捏个小鸡、小狗、小兔、小猴什么的。哎，你们乡下过节不像我们家吧？当然不一样了，我们穷人家穷开心嘛。吃过年饭，大家都到河边去放河灯，小鸡、小狗跳啊闹的，看谁的河灯点得最亮，做得最漂亮，飘得最远。那你们乡下还有什么好玩的？多了，
夏天到山涧里抓鱼，冬天到山上去抓野鸡、野兔、狗獾子。你只要用锤子在水里的鹅卵石上猛敲几下，水里的小石斑鱼啊就整会一大片，你只管往篓里捡就是了。啊，还有夏天啊，最好玩的就是逮刺猬，用小绳子拴住瓜果，放在它经过的地方。这个小东西啊，看到瓜果便抖开身上的硬刺戳起来。当时你只要把绳子轻轻一拉，这个小刺猬动也不能动了，只好乖乖地跟着你走了。秋菊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啊？我从小听邻家的婆婆说的。好啊，秋菊，二奶奶那里忙得要死，你倒好，躲在这里讲笑话。好了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哎，我说翠竹姐姐，你这说话怎么这么狠呢？哼，秋菊，这二房的丫鬟翠竹，是不是一直在欺负你啊？都是小姐妹，就不说什么了。二爷对我很好，二奶奶对我也很好，这就够了。哎呀，秋菊和我同岁，她真是不容易啊。这就是各有各的命。大小姐，你就放心吧，秋菊机灵着呢，不会吃亏的啊。观世音妈，大哥被皇上特赐4品顶戴了。这么说，你大哥当官了？妈，你不总夸大哥志向远大，立志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吗？这回大哥真的当了大官了。是啊，这下可好了，大哥是一股一官，在京城徽商里的地位啊，更是不可动摇了。哎呀，那这下大嫂不就成了诰命夫人了吗？只要皇上册封，当然就是了。妈，大奶奶呀，你可是熬出名堂来了。是妈孝子有方，托妈的福了。恭喜大嫂！同喜同喜，贺喜大嫂！同喜同喜呀！老太太万福，恭喜大奶奶！恭喜恭喜！翠竹，翠竹，哎，二奶奶，外面什么事情啊？乱哄哄的。刚才府台来报喜，大爷在京城被皇上特赐4品顶戴，二爷、大奶奶都在向老太太贺喜呢。啊，老大当官了。这一下，那个大奶奶就更了不得了。姑姑，什么是4品顶戴啊？4品顶戴就是好大好大的大官。做了大官还能做爸爸吗？哎呦，小傻瓜，再大的官都是你的好爸爸。妈妈，我要爸爸回来看我。爸爸马上就会回来看我们的。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、和和睦睦。谁呀？大嫂，是我啊。是二爷啊。来，快进来吧。啊。春兰，上茶。哎，快坐。好。看见你屋里亮着灯，过来看看。大嫂，你这是在给大哥绣花吧？本来啊是5朵，现在开始绣第6朵了。你这是1年1朵，过了年，怀珠就6岁了。虽然大哥不在家，可是这屋子里面的东西还是跟他在的时候一样，连桌上的这本书也放在原处，一点都没有变。不，变了。
我变老了，怀珠啊，也长大了。大嫂，其实大哥在外面也是挺想家的。就说这徽州府吧，有多少男人在外学徒、经商、走仕途，到头来客死他乡，流落街头，不计其数。成功者屈指可数。真的是走出去了才知道，哪有那么多的金山银山等着你去挖，哪有那么多的官儿等着你去做。大哥实在是不容易。虽然这次皇上赏了大哥4品顶戴，可是宫里宫外的事要上下打点，真不知道大哥会忙成什么样子。你不用多说了，我知道。前年他没回来，还托人捎了口信。去年没回来，也来了封信。今年他没回来，居然连句话也没有。大嫂，大哥肯定是忙得不可开交了。只是这次大哥没有回来，苦了大嫂。你不必安慰我了。还是老太太那句话说得透，男人呢，从小就是外出的命，守住这个家啊，就是我们女人一辈子的命。与其认命吧。大嫂，二爷，二奶奶说时候不早了。知道了。大嫂，不管怎么说，大哥经商在外这么多年，能走到这一步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这次做了朝廷命官，也是我们程家的大喜事啊！大嫂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二爷，你放心吧，我还是知道孰轻孰重的。啊，你快回去吧，别让二奶奶等着急了。好。大嫂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，跟大奶奶就有那么多话要说，回来就变成哑巴了。好了，来，哎呀，来，坐下。我现在就陪你说话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你说说。大哥当了官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大哥做了官，又不是你做了官，我能怎么想啊？想怎么去巴结大奶奶？妇人之见。我妇人之见，我没有大奶奶那么会说话，会做人。本来府里的大权就在她手里，现在更了不得了，成了诰命夫人了，谁还把我的话当真呢？你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呀？明天就是妈的60大寿。大哥又提官报喜，大家都高高兴兴的，你怎么没事找事啊？你去了一趟大房，回来就看我不顺眼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没开始闹呢，这闹起来，谁都别想能有好日子过。你小点声行不行啊？谁呀？二爷，老太太说了，谁也不能让二奶奶生气。二奶奶，您还没有点香吧？我来帮您点香。点完香，二爷二奶奶早点休息吧。二爷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下去吧。是。
行了行了，我不就跟大嫂说几句话吗？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啊？我就是见不得你跟别人在一起。那我现在是跟谁在一起啊？二哥，二哥，小妹，嗨，好了，来了。小妹，二哥，快点快点，小妹，二哥，二哥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哎，给我带什么好东西啦？啊，这么多东西啊，都是带给你的。真的？真的。走。上来，你也来了，你瘦了。你这船怎么这么慢呢？我都等得急死了。现在还急吗？现在急不急，你心里清楚。二哥，大哥怎么没跟你一道回来呀？啊，我在杭州啊，一直等大哥。大哥突然来信说有急事，脱不了身。有急事还能有什么急事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老太太还在家等我们呢，咱们快点走吧。好，走走。大嫂，大哥他……哎呀，走吧。大嫂，快走啊！快点，跟上啊！哎，来。妈在正厅呢。对呀。妈，二哥回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儿子给你请安了。起来起来。哎呦，终于回来了。哎，嘉禾呢？你大哥呢？我大哥有事脱不了身。不是说好了，他从京城到杭州和你会合，一起乘船回来的吗？他不知道回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知道。来，妈，你先坐着。回来呀，给你做60大寿嘛。这既然知道，有什么急事脱不了身呢？哎，妈，你先别着急，事情来得突然，大哥事先也不知道。再说，是朝廷传下话来，让大哥赶快入宫。大哥也是身不由己啊。朝廷宣大哥进宫，会是什么事情啊？哎，会不会是又向京城的钱庄要银子啊？不要妄作推想。我在想啊，这个时候朝廷宣你大哥进宫，说不定是件喜事啊。说明啊，皇帝眼里有他。妈说的极是，我大哥在京城这10几年，已经是徽商的领军人物了。哎呀，大哥真棒啊！妈，你总夸大哥天资聪明，所读之书过目不忘，志向远大。朝廷这次宣大哥进宫啊，准没错。我就说过，你们兄妹3个，这脑袋瓜子最好使的，就属你大哥。哎，妈，你的60大寿啊，要锦上添花了。后面的跟上啊！来，奶奶。哎，这是怀珠，你看看，谁回来了？二叔。是怀珠啊，都长这么高了。哎呀，真是女大18变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哎，这说来说去，怎么没看见大嫂呢？她人去哪儿了？他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去码头了吗？对啊，他是去了，他以为大哥今天也回来，他能不去吗？刚才大嫂还跟我在一起来着。那他人呢？
你先进去吧。大嫂，怀珠，过来。二爷，大哥他忙，我知道他忙。二爷这2年在外面辛苦了，不过气色看上去不错。这次回家来，好好调养调养。大奶奶可要恭喜你啦！我有什么可恭喜的？大哥被招进宫里去了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。大嫂是这样的，宫里呢突然招大哥进宫，大哥事先并不知道，这次呢不能回来，请大嫂一定不要见怪。我怎么会怪他呢？男人嘛，总是在外面闯事业的。我看呢，你们都回房休息吧。我和你大嫂还有事要说。妈，告辞了。走啊。怀珠，咱们去看看二叔给你带什么好礼物来了。走。大奶奶，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我知道大爷没有回来，你心里不好受。有句古话，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。13、14岁，往外一丢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在四周看看，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呐。靠着一分田怎么活命啊？所以呀，这里的男人从小就是外出劳碌的命。守住这个家，就是我们女人的本分。这个求子香炉啊，是我们程家祖上传下来的。在你们爷爷那一辈呢，有兄弟2个，到了你们父亲这一辈是一棵独苗，如今到了你们这一辈子，又是兄弟2个。是我们程家祖上有德，才有我程氏香火代代不绝。我也老了，别无所求，只求你们2个早早的让我抱上孙子。那拿着。这也给我拿好了。记住，每天晚上都得给我点上。老二，你可给我听好了，这次要是不能让我抱上孙子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你看，这是上好的老坑碾玉。来，把手给我。我在杭州啊，找了个最有名的师傅，专门为你雕琢的。来，喜欢吗？一定很贵吧？只要你喜欢，再贵也值。5年了，一走就是5年，真是一世夫妻3年半呢。
实说，在外面想不想我？想死了，想得我呀心急火燎。敢说不想？实话告诉我，你在外面有没有相好的？你说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在外面有相好的，我就出去偷情。其实，男人在外有几个能管得住自己的？起码你现在是我的。妈，这香是什么味儿啊？管它什么味儿。妈，昨晚上睡得好吗？睡得又好，又不好。妈是在惦记二房吧？还是你最了解我的心。老太太呀，早就想着抱孙子呢。妈，不着急，你呀一定会心想事成的。你看看，这大院里上上下下都要像你这么豁达，这么明事理，那不就家和万事兴了吗？是啊，咱们府上谁不夸大奶奶的为人好啊？哎，梅香，你去二房看看二奶奶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来给老太太请安呢？哎，免了。哎呀，二爷在家的这段时间呢，就免去这些礼节，让他们小两口都亲热亲热。听说二爷一大早啊就去拜会族长了。哦，那就让二房多睡会儿。3年没见了，昨晚上啊，肯定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呢。还是妈想的周到。大房啊，你呀，多费点心，嘱咐厨房多紧着二房的口味做饭菜，还有啊，再备些补品，给他们调理调理。